从下个礼拜开始，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国学学习。我们国学学习是怎么学的呢？我们就是一条经一条纬，我们就叫做经纬道。我们这个班就叫经纬班。我们的经是什么呢？经是横线的，经就是古孟老庄、诗书礼义春秋，就是我们2节课，每个礼拜六下午的2节课。第1节我们都上经，比如说下个礼拜我们就上《论语》，《论语》比如说我们上了10节、20节，我们就开始上孟子，孟子上了10节、20节，我们就开始上老子，老子上了10节、20节，我们开始上庄子，庄子上我们就上《诗经》，《诗经》上我们就上《易经》，《易经》上我们就上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我们就这么上下来。然后呢，纬是什么呢？纬是史子集的集合，经史子集嘛，纬就是史子集的集合，也可以说是史上所有文化大家的大全，就是在纬的，在这条线上。比如说屈原、楚辞，我们要开始上；然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我们要开始上；然后陶渊明的诗、陶渊明的赋，再来韩愈、欧阳修、苏东坡、范仲淹等等等等，就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文化大家的大作，他的名篇，我们都要一一的给他介绍下来，给他学下来。所以说，孩子们，我们就是经纬交错学习法。2节课就是1节课读经，1节课读纬，经纬交错。经纬交错时间长了就可以纵横古今，即一经一纬2条腿走路。这就是我们的上课，给你们大家讲一下啊。然后经纬道既有对四书五经的循循善诱，又有对名家名篇名著的如数家珍。就是四书五经我们要循循善诱，名家名篇我们要如数家珍。视野之广阔，蕴含之丰富，可以让学习者满腹诗书。所以说，3年5年之后，你们一定要做到满腹诗书，一肚子都是文章，出口成章，一定要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要求。然后可以达到什么呢？可以达到胸中有万壑千山，底下有万语千言。就是写作文对你们来说就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现在对于大部分的孩子来说，写作文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而你们在座的这些孩子，3年5年之后，你们必须把写作文当做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。你们要下笔就成文，就是胸中有万壑千山，笔下有万语千言。正因为胸中有万壑千山，笔下才能有万语千言。那胸中有万壑千山怎么做？读书，就读大量的书，才能有万壑千山，然后才能够写得很好。读和写啊，这2个字关联非常密切的，我们接下来再讲。然后呢，也可以让你们轻松占据语文之王的宝座。就是你们读了3年5年的国学，你们如果不能成为语文之王，我有责任，但是主要责任是你们，主要责任是你们和你们的爸爸妈妈，因为我该教的都教了，但是必须要你们的配合。如果你们只是上了课回去就没事了，那不能做语文之王。回去一定要复习，一定要预习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等下再讲。经和纬各自的作用是什么呢？经是庄重的、严肃的，主要培养理性，培养深邃的思想和责任担当，要有家国情怀。你们只有了家国情怀，才不会变成我刚才说的叫精致的利己主义。一个人只有家国情怀，才不会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可怕，是人见人厌。你们千万不能成为那样的人。然后呢，纬是优雅的美妙，纬真的非常优雅美妙。比如说我们读《离骚》，你会发现《离骚》太美了。比如说我们读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，哎呀，非常美。读苏东坡的《前赤壁赋》，非常非常漂亮那个文章，你甚至都不知道它什么意思。你读到它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唇齿之间会有一种香气，这就是美文它的这种作用。纬就是优雅的美妙，主要培养感性，培养丰富的情感和文心和才华，就是经纬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啊。然后呢，经是阳，纬是阴，一阴一阳，差于天地，大道至简，功效至大。就是经和纬，我们讲的经纬道，经就跟你爸爸，纬就是你妈妈。一个孩子啊，有爸爸有妈妈才是幸福的，有经有纬，他的这种教育的功效才是最大的。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经纬道。接下来我来讲一下读与写，就是你们回去之后，还有你们的爸爸妈妈们，一定要严格贯彻什么呢？叫早晚2读，1周1文。到时候我们专门考核你们今天上的课是不是背下来了。
能背都要把它背下来，不能背下来也要熟读。早上半个小时，当然开始可以10分钟，最少10分钟，早晚2读，然后每一周就要有一篇文章。你这个礼拜读了什么？你有什么感触？你把它写出来，这个点一定要做到，不能够放任自流。家长们这一点一定要跟书院来好好配合。然后我们看看“读”这个字，我们来研究一下“读”这个字。“读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？读书的“读”，想想看，读书的“读”为什么是言加麦？读书一个言加一个麦字，谁能够举手告诉我，读为什么是言加麦？读书为什么是言加麦呢？它有个景象，读这个字啊，它有一幕景象是什么呢？是读书出生如叫卖。大家可能很不理解，读书这么雅的事情，怎么会跟叫卖这样子的很俗的事情扯到一起？我们先人是怎么造出这个字的？读书这类雅事，怎么能与叫卖这样的俗事相提并论？读书就该大声读出来，其声如叫卖声一般。为什么？因为叫卖，你们没有听过叫卖声。我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待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待了20几年。北京那些小商小贩的这种叫卖声，天津还有河北石家庄，那个叫卖声是非常的悦耳的。为什么呢？自古至今，叫卖它事关生计，没有一个上街卖货的那个货郎呐，他那个东西如果卖不好，他今天全家都饿肚子。所以叫卖它是事关生计，是以叫卖者无不用心竭力而为，所以他一定是非常用心的。腔调不能不特别，言语不能不动人。作古于闹市，什么叫作古于闹市啊？其声必令人驻足鼓，流连围观争斗，行商于街巷，其声必越户穿墙，直达深闺，引动思凡之心。什么叫鼓啊？什么叫商啊？这个商就是走路的，挑着一个担子走街上巷，那叫商。开店坐在那个地方，那叫鼓。商鼓，商鼓，鼓是不动的，商是动的。就做鼓行商啊，他这种叫卖声啊，他都要竭尽全力，让它变得非常特别。朱熹说，读书有3道，叫心道、眼道、口道，而叫卖啊，这3道他都做到了。所以说，你看我们的古人为什么把读书这个“读”字跟叫卖联系在一起？他们对于叫卖是非常非常了解。大雅就是大俗，大俗就是大雅。所以说，我们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？得出一个什么结论？孩子们，你们早晨起来一定要大声读书，晚上再看书。所以不赶着出门的清晨，你们早晨起来，你们几点上课？8点上课，读半个小时，迎着旭日或者是清风，不妨大声读书，其声不逊天籁，况不至于为邻人所厌。我过去啊，曾经住这个单位的宿舍，曾经跟人比邻而居。我们邻居有一个人，就是早晨起来就放那个大声的音响，就被邻居投诉，就邻居就不允许他放。我每天早上起来读书，也读得很大声，从来没有邻居投诉我。相反，还有邻居不少牵着小孩来找我，去跟这个小吴叔叔请教。读书声不会觉得你打扰了他，一定会让他有所触动。读书声不会令人讨厌。所以说，你们早上起来一定要读书，一定要养成晨读的习惯。我拜托大家，要想成为语文之王，要想能够做到胸中有万壑千山，笔下有万语千言，早晨读书这一关必须过，听到没有，孩子们？然后我们再来看写字，读字讲过的，看写字，写字像什么呀？这是经文的写，这是小篆的写。写的景象是屋檐之下有燕巢，你看这是屋檐，这是一所房子的屋檐，然后这边是一个燕子。写是什么呀？写的景象是屋檐下有燕巢，燕子的巢，而巢里的燕子正在往下盘旋。写这个字啊，就是燕子在拉屎。写字的写就是燕子在拉屎，写文章的写啊，就是拉屎。你看这个是什么字啊？是不是腹泻的泻就是血加3点水啊？血为什么跟泻联系在一起啊？孩子们，我告诉你们，只有读的好书，一肚子的好书，就跟吃饭吃得很好，营养非常的好，你拉屎才能够拉得酣畅淋漓。一定要读很多好书才会写出好文章来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我们的老祖宗创这个写字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。
写为什么是写？因为写不出的痛苦烦恼和写不出的痛苦烦恼一样，写不出来，写作文写不出来，跟拉屎拉不出来是一样的感觉，是不是？那如果你吃的很好，肚子里面油水特别多，那就怎么样？写出来的酣畅舒爽和写出来的酣畅舒爽一样，知道吧？文章啊，我自己深有此体会啊，写文章写出来，心里面一下子变得很舒畅，一下子胸中快乐就消融了。说的是什么呢？说了半天说的是什么呢？一定要大量读书，一定要大量从读书当中去形成自己的思想，一定要有感悟，然后才能够写出好文章来。写好文章前提是什么？就是读很多书，就是吃很多有营养的东西，然后才能够写，才能够拉得酣畅淋漓。听到没有，孩子们？所以说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你们就开始吃这些有营养的东西，然后你们才能够写出很好的文章。所以一定要记住，读好书。我们一定要读古人的书。所以说，你们今天晚上回去开始读什么？开始读《论语》，好不好？先把《论语》能背的先给它背下来。一个是开始读《论语》，一个开始读《史记》，读《史记》的孔子世家。今天晚上回去，这个礼拜哈，在你们下个礼拜来之前，先把《论语》跟《史记》的孔子世家先熟读。《论语》能读多少篇读多少篇嘛。《史记》的孔子世家很多，它有9000多字。你比如说，你先读1000字，最好把它背下来，就把这些好文章背下来。你今后写文章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。不吃好食就写不出来，不读好书就写不出来，不吃好食就写不出来，一样的道理。大雅与大俗如此神奇理，一而二，二而七的，那你不能不叹曰：大哉古人，妙哉汉字。我们的汉字是非常了不起的，先人洞悉人性，他才能够创造出这样的汉字。好吧，今天课就上到这里。